一部讲述黑暗历史的电影正在创造光明的票房奇迹。电影《731》上映仅3天，票房就突破了10亿大关，不仅刷新了数项中国影史纪录，还在海内外引发了强烈共鸣。不少老外在看完后都是一脸震惊，中国原来还有一段这么沉重的历史。而日本观众更是迷茫，课本上不是这么写的啊，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电影《731》在还没正式上映时，就在日本、美国，甚至是全球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尤其是在日本。那个战争加害者却一直以受害者身份自居的国家，他们对于这部揭露历史真相的电影反应竟然是愤怒、否认、抗议，甚至还有人完全不知情。不少网友应该还记得731的上映时间被延迟了几次，这其中就有日本的影子。当时有日媒说这部电影煽动仇恨，甚至有人向中方提出了23条抗议，要求改片名、删情节，甚至想把731部队这个名字也改掉。你没看错，不是讨论，而是抗议。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根本不是忘了历史，而是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段历史。怎么说呢？日本的历史教育就像是有选择的讲故事，广岛、长崎天天讲，而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一个字不提，甚至将南京大屠杀改成南京事件，对屠杀只字不提。如果去街头采访日本青年，问他们了解731部队吗？答案是几乎没人知道。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受访的人都是嬉皮笑脸，显然他们对事情的严重性一无所知。面对日本社会的这种反应，一些在日华人便自发行动起来。当时在731电影临时取消上映后，不少爱国网友走上日本街头，手持电影海报进行宣传，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人甚至在靖国神社前举起731电影海报，让参拜的日本人直接看到这段历史。这些行为自然引发日本媒体关注，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有网友担心这种举动可能危及自身安全。不过好消息是，在日本的一片抗议声中，731还是顶住压力，在9·18事变94周年纪念日之时上映了。这部由赵林山执导、赵林山、刘恒编剧的影片，没有用花哨的特效堆砌，而是用最纪实的镜头，把80多年前那段沾满血泪的历史赤裸裸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北京首映礼现场，许多观众观影结束后情绪失控，哭声此起彼伏。有人表示，这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感受到窒息。影片真实还原冻伤实验、毒气实验、活体解剖的场面，让不少人感到身体不适，却无法移开目光。观众的眼泪，既是为片中受难者留下的，也是对历史记忆的回应。国内宣传铺天盖地，自然也有不少日本人去看了这部电影。比如有位日本留学生在得知731这部电影后，就特意带着同样来自日本的好友一起去看了。在整个观看过程中，两人面色沉重，他们也没想到日本居然敢隐瞒这段历史。而在看完后，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ここでは731については一切学ばないんですけど、ナチスのホロコーストとかは学んでいて、日本軍もまさかその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とは当時は思いもしなくて、こうやって実際にではないですけど、映画でまずは知ることができてよかった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して日本人としてこのような多くの犠牲を、罪のない犠牲を出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に申し訳な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す。ご冥福をお祈りします。对于他们的反应，有中国网友在评论区留言道：电影中看到的只是皮毛，现实远比电影残忍1000-10000倍。希望你能说到做到，把这个电影带回你的国家，告诉你的家人。此外，还有一位日本观众在看完731后表示，希望日本社会不要一味回避加害事实，片面渲染并强化所谓战争受害者叙事，而是正视历史，深刻反思。他认为，日本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等历史会有很多纪念活动，却对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罪行避而不谈，这是一种双重标准。呼吁日本人摆脱民族主义思维，以人的角度看待日本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苦难。那有人可能会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揪着历史不放？
请你好好想想，对于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来说，这段历史不是过去的事，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伤痛。就像731里有个镜头，一位母亲抱着被实验的孩子痛哭，那种绝望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些伤痛凭什么因为时间流逝就被遗忘？更重要的是，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731部队的罪行是对人权的践踏，是反人类的暴行。如果连这样的历史都能被淡化、被遗忘，那未来会不会有新的731出现？当然，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日本确实有不少学者、民间团体一直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他们走访幸存者，搜集史料，出版书籍，甚至来中国道歉。去年就有位日本老人带着自己整理的731部队罪证资料，在哈尔滨的纪念馆前长跪不起，为前辈的罪行忏悔。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但这样的声音在日本社会太微弱了，整个社会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缺乏对受害者的愧疚，这种氛围让很多人选择了逃避。就像一间屋子漏了水，大家不是想着修补，而是假装没看见，任由水渍越来越大。731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拍给中国人看的，不如说是拍给所有热爱和平的人看的。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历史的真相，也照出了不同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期待的不只是日本民众的集体道歉，还希望他们能有机会了解真相，能有勇气面对历史。当然，731不仅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上映了，还先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韩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上映。电影英文名译为《罪行无界》，旨在将731部队的惨无人道公之于众。9月19日，731在北美地区133家影院正式上映。此前一天，当地时间18日，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地举行首映活动，吸引了来自当地的华侨华人、留学生以及中外各界人士到场。其中，现场观众珍妮在看完后表示，令人心碎，这部片子会在全美引发轰动，非常震撼人心。观众乔纳森也称，令人动容，这是一部非常有冲击力的电影。此外，许多海外观众也纷纷表示，很庆幸这部电影把受害者的经历讲给了大众，任何人经历这一切都应该被铭记。在加拿大温哥华首映式上，中国驻温哥华代总领事曾志表示，9月18日首映具有特殊意义。这部电影展示了中国人民坚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也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珍视和平。当地社会人士也给予了影片高度评价。温哥华和平理事会主席金巴尔·卡里乌坦言，他此前从未听说过731部队。影片让他认识到，中国人民不只是受害者，更是坚定的抵抗者，为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应该被铭记。此外，荷兰有个小伙子看完电影后，拿着票根和海报拍了视频，眼眶通红地说，我之前从来没听过731部队，看完后查了一整晚资料，才知道日本居然对中国人做过这么恐怖的事。我要把这部电影推荐给所有朋友，不是为了恨，是为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他还手写了日记，最后一句写着，原来和平不是天生的，是有人用命换来的。值得一提的是，731在上映后，有很多人反映说，作为一部聚焦731部队暴行的电影，它最该传递的是窒息的沉重，可实际呈现却像加了柔光滤镜，镜头里的置景太精致，光影太唯美，连本该沾满血泪的实验室都拍得像文艺片里的场景。有网友说的特别戳心，他表示，我们不是要好看的电影，是要能记住历史的电影，可这部片连731部队1/1000的残忍都没拍出来。原本小编也不理解，但在看完前面那些海外观众的反应后，小编突然想通了。我们对731的纠结，其实是对历史题材的期待太高。我们可以骂它镜头没拍好，剧情没讲明白，毕竟它确实有很多不完美，但不能因为这些瑕疵就否定它的价值。至少它让国外观众知道了731的真相，让国内年轻人愿意去查什么是人体实验，让更多人记住了918不只是一个日期。有位网友的话，小编特别认同，评价731别只看拍的好不好，要看他让多少人记住了历史。
731部队的罪行不是用来消费的流量，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哪怕这部电影有再多缺点，只要它能让一个人记住曾经有同胞在苦难中挣扎，能让一个外国人知道这段历史不该被掩盖，它就有存在的意义。毕竟比起争论电影的好坏，更重要的是我们永远别忘记那些在731部队里失去生命的同胞，他们不该只活在电影里，更该活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